朋友们，大家好啊！今天这个视频呢，就闲聊一下啊。巴塞罗那呢又出事了啊！这个礼拜三啊，还是礼拜二，巴塞罗那的市中心呢有一个30多岁的年轻人啊，就被这个带走了。一共是4下啊，背上3下，头上1下。那么这种都是很职业的啊，就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的。我们想象什么戴个黑头套啊，戴个面具啊，什么这种都没有的啊，就是在下午的4点多，西班牙这个下午的4点多啊，尤其是现在这个夏天，就跟白天没什么区别啊，非常亮的，就光天化日之下可以说，而且人家也不需要戴什么面具什么东西啊，这种都是就是警察判断啊，这种都是职业式的报复式的啊。你说你路人就看到了，比如说我看到了，我敢去认吗？对吗？因为这种都是职业的、专业的啊，直接就对准这个人，就没想让他有生存的机会，对吧？就直接是送他去见上帝的。所以人家呢，一般这种都是开个小毛驴什么就过来，然后就是在大街上就对你连续4下。那么这个事情呢，其实让那个巴塞罗那这边呢就非常的火大也丢面子。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在那个巴塞罗那地区呢，在2024年就是整个那个加泰罗尼亚大区，2024年呢一共有69起这个事件，就这个然后呢，2025年就年初一开始的时候呢，就在巴塞罗那的市区一共连续五起也是这个，对吧？所以就是应该来说这个数量已经很频繁了因为整个西班牙呢，一般一年也就这个100多起就这个。那你这个巴塞罗那加泰罗尼亚大区这个数字那么响亮，对吧？所以就是让他比较尴尬嘛，对吧？但是呢，这个事件呢，就今天呢挺快的，差不多也就2-3天吧总是已经知道了这个人的情况就这个被带走的这个男的呢，是那个塞尔维亚的黑手党家族的一个杀手就是他被带走这个本身就是杀手。那么到底他是就是被报复了，还是就是被灭口了，对吧？这个不知道很可能也就是永远不会知道了那么之前呢，很多人就问我说，哎，你为什么就是你们住在就是西班牙的这个小镇，对吧？很多人讲这个小镇这样不方便，那样什么的其实呢，主要是2个原因其中一个原因呢和治安是有关系的，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我有这种就是密集恐惧症就我看到很多人，我觉得我呼吸就呼吸不过来就是我对这种房子的密度或者说人口的密度就我喜欢这种小的地方，然后没有什么人的最好就几乎就没有很多人就最好了安静一点最好了。一般我去外面吃饭什么东西的我也不会去那种特别热闹的地方我就喜欢人少一点的第2个原因呢，当然就是安全，对吧？因为像西班牙的话，那个10多年以前我就在马德里巴塞罗那，当时我就参与工作是那种就是人文纪实摄影那么我有很多好的朋友，对吧？也是在这个领域里面都是做得不错的所以大家经常也会就看到别人拍的一些这种照片，对吧？那么交流的也是这种新闻类的东西，所以呢，我大致的情况呢，我其实是略知一二的那么当然就是这种事情呢，也不是说就你一定就遇得到，对吧？但是呢，像在我们这个地方，就我住的这个小镇这里呢，这个
次数呢是几乎是零啊，就我到现在就这几年我都没有听到过有这样的事情啊。就山上我们这边山上有一些富人区，听说就是有人上去就是把那种什么手表什么啊，就冲到人家家里面去抢啊，去偷这种事情是有的啊，但直接这个把人带走了啊就没有。那么一般呢，现在在西班牙发生的这种事情呢，往往呢就是就这几年啊，就两个原因啊，大部分原因呢，就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的呢，是那个跟就是毒品有关系啊，因为西班牙呢是就是毒品进入欧洲的一个重要的通道啊，所以呢像那个巴塞罗那港口啊，那个瓦伦西亚港口啊这些有港口的城市，都是这方面比较严重的啊，因为它涉及到利益，这个当中呢有西班牙本地的这种帮派，然后呢还有就是意大利的黑手党啊，还有呢就是那个南美的那个西纳瓦什么，就是老牌的这个集团，这当中呢他们的这个是很激烈的就是这种博弈，所以呢就是这是占主要的就是这个的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就还是这2年就是俄乌战争引起的就我自己关注到的就是我知道的有2起一起呢是在我们这个地方，差不多离开我们这儿半个小时的车程吧，就开车那个地方呢叫韦约霍内萨它是其实更靠近阿里坎特的。就我们这个地方呢，离阿里坎特其实已经有接近1个小时的车程那个地方呢，离阿里坎特差不多也有半个小时的车程，差不多呢就是从我这里到阿里坎特城市里面的当中的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呢叫韦约霍内萨。那个哥们儿呢，他其实是一个俄罗斯的一个军官他是一个飞行员。那么俄乌战争开始呢，这哥们儿呢他就把一架飞机就开到了乌克兰他是俄罗斯军官，他把这个飞机开到了乌克兰。那么当时呢，因为他们就是谁把这个飞机开过去或者反正有什么重大立功了，对吧？就给你奖励奖励呢是50万美元。那么当时呢，就他这么一做呢，就是那俄罗斯肯定很气愤嘛，对吧？那么当时就公开就说了就说反正说他一个是什么，说他就是什么背叛不道德然后说他就是不会活到被审判的这一天就是公开的对媒体的。那这哥们儿呢，他就拿了50万这个奖励呢，他就离开乌克兰了当时乌克兰人还劝他，就说就你离开不是很安全，最好你还是待在乌克兰。那么他呢也不听，对吧？也可以理解，对吧？因为乌克兰在打仗嘛，他觉得危险，或者说他拿了钱，他就想去潇洒了，对吧？所以呢，他就跑到西班牙来了他来了西班牙呢，他在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地方呢，他买了一个就是房子小房子。那个地方呢，其实也是靠海的就风景什么也还是可以的。然后呢，他就被一个这个应该是职业的连续就是一梭子下去。其实他刚买完房子也没多久就从他从乌克兰到这边6个月都不到他就被带走了。那别人呢是一梭子就反正一梭子全部打在他身上。然后呢就一开始就是警察跑来一看，这个人就
不知道他是谁啊，因为其实已经给他换了一本护照了啊，但还是没用啊。就这个呢，就让我想到那个之前就是看了很多那种冷战的电影啊，就是讲那种苏联时期对吧，那些什么克格勃啊、特工啊怎么样笼罩着欧洲啊，就觉得啊，虽然说现在苏联解体了啊，但是真的这个俄罗斯对吧，就把话放出来啊，就这个人你看，就反正对他一个人啊，他就是说了啊多久就是多久，是吧？所以就是挺吓人的啊，真的挺吓人的。那么这个事情反正出了以后呢，就被列入机密了啊，就新闻是公布出去了啊，但是我估计啊，就肯定也很难找到啊，因为这种都是职业的。按正常道理来讲，就这个人他也是职业的，对吧？他能够给你飞啊，你起码就是你的这个实力不是一般的这种士兵，对吧？你肯定是有点能力的啊，而且他也应该心里面是一直保持着一种比较警备的心态的嘛，他不可能就平时很放松，对吧？像当什么事都没啊，但是就还是这么就几乎没有任何的反抗吧。啊，就结束了啊，所以呢，这个是很可怕的啊。还有一个呢是，也就上2个月吧，啊，在马德里啊，马德里呢也是一个啊，跟这个俄乌战争有关系的啊。他呢是送他的孩子呢去美国学校上学，马德里有一个非常就著名的有钱人去的这个美国学校啊，那么他呢是那个乌克兰的，就是前那个总统的啊，什么律师还是什么啊，反正就也是跟这个政治上是有关系的啊，也是就是光天化日之下，因为送小孩上学嘛，不可能是什么中午下午对吧？一般就是白天，就他送完小孩上学啊，就也是一梭子就带走了，这个几乎啊就全是这种专业的啊，我觉得啊，就是我过去啊，我们看那些什么港台电影里面说那个什么悍匪啊，什么抢金铺的那些啊，还有就是以前在国内啊，比如说中国说一些什么悍匪什么有多厉害，对吧？我觉得在这儿都是小儿科啊，就在这真的是小儿科。因为这里的这些人，他们从来没有听到过啊，就是说哪个人啊，什么就去对着目标，然后没有完成任务，跑了或者带伤了什么的，没有的啊，就基本上出了新闻的啊，都是这个就任务都完成了，然后人都全身而退啊，所以这些人。啊，不管是前面说的这个，就是黑帮啊，或者毒品啊什么，还是这些就是特工之类的啊，都全是这种专业的啊。这个真的是就是让人说的啊，就心里面一寒，对吧？啊，所以呢，就是啊，我觉得，如果在这边如果要做生意啊，就是要想。长期做生意，啊，那么我觉得其实，就我认为啊，还是有一定概率的，对吧？如果你生意一直做，啊，那么我觉得这种事情多多少少啊，有可能你会遇到的。因为前几天在那个瓦伦西亚啊，还发生了一起这个事情，啊，那个目标呢就是一个华人啊，是一个老板，也是做生意的，他呢那个就。因为他没有被带走啊，他只是警告式的，也是那种小口径的啊子弹，就给他来了这么一下，然后呢就送到医院去了啊。那么这个人呢，就他后来也没有说什么啊，估计反正就是这个事情他也知道什么原因，对吧？那么这个事情呢就没有上这种啊什么国家报啊这种头版头条了啊，因为人也没被带走嘛，对吧？所以总体来讲呢，就是，反正你要我说啊，我觉得这个
治安这一块呢，我觉得还是需要很需要注意的啊，尤其是这个挑选地方也是前一段时间呢，这里还破了一个大案啊，就是这个大案呢，就是有一个警察局的一个高层他呢长期以来呢，他是帮助那个贩毒就帮助毒贩，反正他们里应外合吧，就帮助贩毒。然后呢，因为这一次呢，就破获了一个欧洲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个毒品的案子，一共是13吨的毒品，所以呢，就是好像就把他给查出来了。然后这个人呢，就是从他家里面就马德里的家里面就查出了2000万的欧元现金从他的办公室里面查出来100万欧元现金。然后呢，就我前一段时间说的那个德尼亚，对吧？我说了一个视频说德尼亚这个人在德尼亚还有一个大别墅反正这个事情也是很夸张，对吧？就是所以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就当个故事吧，对吧？说了大家听一下，好吧？谢谢大家。